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来拍这个镜头。现在我们所站在是一个价值5000多万元叫做桥吊的设备上面，但你看这边有这么多，这是宁波舟山港，也是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它一天能够吞吐12万个集装箱。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会看到已经有20多个集装箱被运上了车，送往了各个地方。这不是电影，这就是真实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和你一起深入这里，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些东西背后又有什么样的人呢？港口的存在感一直很低，但其实小到你现在吃的零食、穿的内裤，大到你用的汽车、电视、冰箱，它们的原材料或者成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港口来的。这是航母，而这是这座港口最常见的集装箱货船，你应该可以轻松地看得出它们之间的差距。它的尺寸足够装下24000个标准集装箱，那光念数字你可能没有概念，就是假设你用市场平均价30万一个的价格卖掉这艘船上所有的箱子的话，你差不多可以赚60亿。那只不过在卖掉这些箱子之前，你得先找到一个办法，把这些10几吨重的大铁盒子给安全地弄下来。所以来到港口，我们最先找到的就是有着10多年工作经验的桥吊司机吴师傅。现在呢，你看这个吊具相当于是很稳的啊，基本上没得晃。那如果是一个新手上来，他其实不知道这个档位感怎么控制啊，那你可以感受一下。哇，它有个前后延迟，哇！而且这只是小幅度的在动，你看，有些就这样，再这样跟一下，然后再这样停一下，那你的体验感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差。新手不会吐吗？新手肯定会吐吧？会的。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规。如果你不会去控制的话，你这个不要说去抓箱子，连这个吊具你都稳不住。我已经不行了，我摇了3下我就要不行了。那视频里可能不太明显，但你看看我们公司里的夹娃娃机，再把它等比放大几千倍，就知道会有多晃了。桥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把驾驶员绑在钩爪上的大娃娃机，它们悬在半空，随着摇杆左右横移，在高空剧烈的晃动中，盯着下方近50米外的箱子，用肉眼瞄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师傅们运送集装箱，他们并不是很规矩的那种直上直下，而是利用惯性，直接以一个抛物线的轨迹，把这些集装箱给甩进预定的位置。那这种娃娃机高手才会的手法，让整个装卸的流程都变得非常的高效。那一个，比如像您这样的熟练的人，假如一天的话，能够装卸多少箱子？我们最快的、最多的一天可以装400多个箱子。一天一个人装400箱，对，400装卸400多个箱子。就你们也不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的，箱子里面的东西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没有的。那你吊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当时我记得这个呢是2辆跑车，它就在箱子里面，但是我们最终看到这个跑车的时候呢，是在场地里面看到的。对。宁波舟山港的吞吐量每年都在突破纪录，不断追求高效的背后是这些熟能生巧的师傅们。你可以想想看，一位师傅一天就能装卸400个左右的集装箱，那如果把这些货全部转为空运，相当于大约80架满载的波音747货机接连不断的冲上云霄，这种足以覆盖一座中型机场全天货运量的恐怖运力，在这里不过是随处可见的日常。那说了这么多，这座港口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1大港？只是靠好设备还有厉害的工人吗？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世界上能让这些大型集装箱船靠岸的码头其实并不是很多，一艘满载的货轮吃水可以达到16、7米，只有足够深的水域才能满足那些巨型货轮通过还有停泊的需求。而宁波舟山港的2条航道平均深度能够达到22.5米，差不多有10个西湖那么深。不过港口并不是只要水够深就可以随便进出的，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讲究。你看着现在这片水域风平浪静，对吧？但在电子海图上，这片水域其实是长这样的，有突然闯入的渔船、渔网，还有时不时刷新的暗流，还有漩涡。如同每一座机场拥有不同的起降难度，对于那些外来巨轮来说，每一座港口独特的水文环境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挑战等级。要让这些巨轮安全靠岸，就需要一群比船长还懂开船的引路人。这些几十万吨的大船惯性巨大，船长需要提前关闭发动机，借助外力来完成最后几百米的移动。那画面里这些小的拖轮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引航员作为这场调度的总指挥，需要规划拖轮什么时候用缆绳往外拉，什么时候开足马力顶。好，往后退30米，知道。
那你要知道，船不像汽车，它是没有刹车的。引航员指挥任何一个动作都有着巨大的惯性，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在陆地上感觉，即便是雾大，也没有大到，比如说眼前的人都看不见。但是海上有的时候会非常大到真的是眼前2米、3米的人你都看不见。通过引航员和拖轮极致的微操配合，在整个宁波舟山港港区，每天可以进出约300艘不同的货轮，最快只需要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次靠泊或者离泊。那用特效看起来差不多像是这样。引航员也被称之为世界上最为危险的职业之一。目前在国内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只有2500多名，比大熊猫还要少。这份工作的难度，通过我们的影像应该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因为没有靠泊权的货轮只能停在外锚地，风浪要明显比码头附近晃很多，而且货轮是不会停下来等人的，你要上船只能像空间站对接一样，保持着相同的航速，慢慢的贴近，等待货轮放下软梯，然后就这么爬上去。比如说我上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浪打过来，会打到这个，比如说引航艇的这个甲板上，会突然把你的全身全部都打湿，就一下就打懵了。打懵了以后，这个状态就和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多时候的浪呢，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你比如说，可能我这一个浪，我在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可能是属于一个下降趋势，可能再下一个是上升趋势，而且它的浪高也会不一样。我们最常形容的就是海上代驾。我们是外国人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和把外国人送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这是我们作为引航员的这个职业的灵魂所存在的。海上代驾其实也是能拿得到好评的，而且船东公司好评的方法很直接，就是安排越来越多的货轮来这座港口停泊。所以你会在这里看见各种不同类型的船，但是比较可惜的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登上这些货轮拍给你看，因为每艘货轮其实都代表着它注册地的国家领土，而我们没有海员证，所以我们只能获得了许可，用航拍给你拍下这些画面。那看完了白天的港口，不如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晚上的港口。工人下班休息的时候，这个港口还会运作吗？那答案是会的。我们发现港口里面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使用智能化的远控设备来提升他们的效率。比如在码头的集装箱堆场，我们就发现了一辆非常特别的集装箱卡车。就是我要坐在一个没有人的一个车上，因为它有自动驾驶了，睡在这个床上也没所谓。它后面还保留了人睡觉的床。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人了，所以他给他弄了这个经典的中国的这个垫子，这个就感觉更幽默了，就是不符合这个科技树的逻辑。它上面还写着福，就一切东西都显得它应该是有人的，但它就是不需要人。然后我想讲一下，就是一个集装箱大概有多大呢？就是我们的内裤虽然销量已经很猛了，几十万条一年，但是一个集装箱里面送来的原材料就够我们1年的所有的内裤的生产。这就是这种大型集装箱，像这个是小集装箱，后面这些大集装箱一个就够我们公司生产1年了。就我们经常会形容说一个东西漂洋过海过来，但其实你没有细想，你不会意识到它漂洋过海过来得有个地方装卸它。就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到这种地方，你才会意识到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工程，因为有多少人有需求，有多少东西要先聚到一起，再散往四面八方。这就是贸易实体化之后你能够看到最直观的感官冲击。巨型机械的运作，每一次震动都像是经济跳动的脉搏，24小时永不间断。我们在这座世界第一大吞吐量的港口看到了不少超过日常印象的东西。原来船可以造到这么大，集装箱可以堆得这么高，随便一个原油罐就够几万个家庭来用。所以总觉得这里像是一片专属于巨人的领土，人会显得非常的渺小。但你细细一想，你会发现，这里好像确实又是只有半个集装箱，甚至没有半个集装箱那么高的人类造出来的。无数的工人和船员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你很多时候在镜头里面看不见他们。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岗位上的严谨和勇敢，就这么在海洋的边缘精妙地串联起了整个商业世界。
那最后，非常感谢宁波舟山港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拍摄机会，让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一座超级大港是如何有序并且高效的运装的。那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也别忘了给我们点点小心心，记得关注我们，这么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